俩熟吗？不熟。你呢？我也不熟。谢谢。哦，怎么回事？不知道。林爱没有撒谎，实验结果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那怎么办呀？别盯着林爱不放吧，咱们换个思路，顺着佑宁的线索往下查。他的线索，就是解剖尸体遭天谴。这两位呢，秉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劝人捐赠遗体，并且把他们亲自制成标本。可是他们俩死在福尔马林里。这佑宁的意思是，标本回来复仇了。哼，那他为了卖报纸还够拼的呢。啊，你的意思是，被制成标本人的亲友回来复仇了？这些年的尸体名录，对，这些尸体标本的姓名、死因、来历，由谁制成、社会关系。那怎么只有姓名、形态和时间啊？我先声明啊，这一切都是为了医学进步。有你在的地方，医学就不可能进步。行，别掐了，说正事儿吧。如果没有捐赠的话，我们就到刑场或者医院捡；实在没有啊，就去黑市买。总之，这种事情有悖人伦，又犯忌讳，尽量写得含糊些。原始记录呢？这就是最原始的记录了。3天这么多人怎么查呀？这不是很简单吗？什么意思？关代良跟刘远生6年之前入的学，1年之前他们分道扬镳。懂了，那就是说，民国7年之前，民国12年之后排除。刑场那些尸体是捡的，捡尸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尸体没有人收尸。脑袋碎掉的也排除，还有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也可以都划掉。为什么？缺胳膊少腿的都直接分解了，做成了局部标本。所以呢？残肢易得，整尸难求。如果你是刘关2人，你会费这么大劲儿求别人，就为了做一个局部标本吗？行，那就算只剩这3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去哪儿找？我知道一个地方。不去查户籍，来这儿干嘛呢？劝人捐赠遗体，说明这人快死了，对吧？不然你以为搞活体实验啊？那好比现在啊，我让你去劝别人捐尸，难道你还挨家挨户敲门看谁快死了？哈，我明白了，最方便的地方就是来他们供职的医院，对吧？在医院搞有2个好处：第一，可以很快确认病人的身体情况；第二，和病人和家属都有时间相处，方便沟通。你这么确定他们在这儿啊？查查看就知道了。乔团长，你2位慢慢看，有事您叫我。哎呀，完了完了！怎么了？我一看医生写的这个字儿啊，我就头晕，也好想吐啊！来，我给你念啊。林诗雨，男，10岁，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好巧哦！关河流研究就是这病吧？对，每日护理情况、病情进展、用什么药、注射多少毫升都写得清清楚楚啊。这么潦草的字，你能看清？非常清楚。赶紧看，有什么问题吗？写的这么清楚详细，能有什么问题？绝对是毫无破绽。之前我在关代良实验室看过他的笔记，字迹潦草抽象，跟剩下这俩差不多。你的意思是，过犹不及，欲盖弥彰。
弟弟是捏造的，石宇是非正常死亡。也许喽。兹同意关代良、刘彦生行肺部手术。父亲林远，你就说巧不巧？同姓的人多了。陶渊明有首诗叫《停云》，你听过没有？没听过，赶紧的。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一阻。哎，去哪儿啊？啊？你去哪儿啊？林矮家，我有几个问题想找他了解一下。就因为都姓林和几具酸尸，太牵强了。案发当晚，关跟林见过面。你说过，林矮当晚没有离开过实验室。他要不去找关代良，但关代良可以找他呀。有证据吗？关代良有咬烟头的习惯。林矮实验室的垃圾桶里有一个咬过的烟头。所有垃圾当晚12点前必须倾倒完毕。也就是说，12点以后，关曾从自己2楼的实验室到过3楼林矮的实验室。那如果他只是闲逛，或者去3楼有事儿，又或者他是心血来潮咬了烟头了，所以，这就是我要向他求证的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的解剖课成绩为什么这么差？林矮别的科目成绩都很优异，说明他学习能力并没有问题，而唯独解剖课成绩很差，还不允许人家偏科了。他这一学年学的是局部解剖，要求上手解剖尸体，而上一学年学的是系统解剖，是纯理论。我查了，成绩名列前茅。他为什么这么抗拒解剖尸体？所以，这就是我要向他求证的第2个问题。那既然这样，快走吧。从善如流，给你个赞。什么情况啊？爆炸了，起火了，有人员伤亡吗？暂时还不清楚。这是206吗？是的。不会这么巧吧？未来就炸。起火原因什么呀？初步判定，是瓦斯爆炸。验尸官呢？打电话催他赶紧来。听说又死了一个。这是第3起福尔马林连环杀人案了吧？哎，这谁呀？林矮。连最后一个犯罪嫌疑人也不在了？难道真如我所说，冤魂索命？你消停点吧啊！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这死法和之前好像也不太一样啊。报告。说，我们在临安老家查到，他原名叫林庭云，6年前随母改嫁，有个弟弟由父亲抚养。弟弟生病来到上海治疗，后来不治身亡，地点就在圣乔治大学的医学院。你猜对了啊！人都死了，考个满分有什么用啊？我还没说完，继续。萨利姆带人在刘彦生的家中翻到一封信。林庭云，刘彦生，你大概不会记得，当年被你亲手制成标本的无辜之人，我是他姐姐。刘彦生，我是他姐姐，和你就读于同一所医学院。我弟弟患病，到上海求医，原以为能从此得救，不料却误入地狱。你们表面上对我弟弟尽心尽责，实则消极治疗，背地里更是利用石宇进行医学实验，研究未被许可的血清抗瘤囊的疗法。我弟弟被你们折磨致死，你们竟还不善罢甘休，
花言巧语，诱骗家父捐赠弟弟的遗体。我弟弟无辜枉死，却被你二人鱼肉。我听闻此事，从外地赶回来。再见到弟弟之时，他已是泡在福尔马林中的一具标本。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如今我已掌握证据，一定会让你们二人为此付出惨痛代价。这样的，你派几个人跟我去趟林海家废墟调查事故原因，你跟陆先生去趟医学院搜集林海个人物品，对比一下笔记。是。那我呢？我需要做什么？你马上去贝当路72号。好，我去那儿干嘛？帮我买2个冰淇淋，要香草跟草莓味儿的，千万别换了。确认事故原因为瓦斯爆炸，确认当时无人进入林宅，只有他一个人。是意外还是自杀？这很难说呀。哎，你爱什么？今天的办案效率特别低，为什么呀？因为有人掉了链子。谁呀？他，我低血糖，不吃点甜食我脑袋转不动的。我拜托他帮我去买冰淇淋，结果他没有去。再废话，我就请你吃袜子，让你从低血糖吃成高血压。这个呢，是林雅的实验笔记。这么看，确实是他写的。还有，他通过不断的做大豆根瘤菌的栽培实验，通过控制变量，已经成功的把实验时间缩短了20分钟。20分钟，足够的杀人抛尸。空胶囊上有黑紫色的痕迹，说明接触过高锰酸钾，而胃管则是用来把装有高锰酸钾的胶囊送入死者的胃中。人在死后，胃酸依旧作用，腐蚀胶囊外壳后，才接触到里面的高锰酸钾。没错，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死者的死亡区间是12点到4点之间，而张嘴睁眼这个化学反应发生在7点以后的解剖课上。真是机关算尽啊！这封信落款时间为3年前，这桩复仇谋划已久啊。行，那现在全都说得通了。林雅就是这桩连环杀人案的凶手，不管他是畏罪自杀还是出于意外。此案，结案。怎么可能？大清早的干嘛呢？不叫了。托您的福，我搞到独家，这一期报纸卖疯了，主编放我3天假，嘿，正好我可以练练我的厨艺。白小姐，勤劳在愚蠢身上并不是美德。哎，你还记得林矮是怎么死的吗？记得，怎么了？你再这么瞎忙活下去，我们俩都跟他一个死法。秘制法式松饼。
爱吃吃，不吃滚。我馋了。还行，真的，黄油放少。多了我怕太腻了。哎，要不我再给你烤一块，等着啊。不对呀、这配方是我跟我们家大厨学的，哪儿不对了？如果咱们这个炉子炸了，房子会塌吗？不会，门窗都开着呢。那如果没开窗，炉子也只是起火，对不对？你什么意思？瓦斯的爆炸临界值在5%到16%之间，浓度在9.5的时候爆炸威力最大。就这么个破炉子，怎么可能达到那种密度？你的意思是说，林霭家里肯定还有别的易燃易爆物。楚生哥查过现场，他家基本就只有一些木质家具，还有日用百货，没有什么可疑物品啊。我出去一趟，我回来之前别开火。又想扔下我，等着。查尸体标本？对，学院最近有没有丢失尸体标本？不是已经结案了吗？烦不烦呢？哪凉快哪待着去。刘墨，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啊！你要是再跟我来这，我就听钱瑞的，我来这教书，我让你每天都生不如死。你看哈，整个学院就这么几具尸体，大家都当宝贝一样，怎么可能丢失？不查陈尸，查局部标本。自己查，我还有课。跟我来这儿是吧？不是，我真有课。哎，行，好。上辈子碰到个老，欠你的，自己查。你胆子不是挺大的吗？怕了？这有什么好怕的？行，不怕，不怕你来。凭什么我来？啊，怕就算了，怕就算了，我来啊，我来。可笑！拿着。啊，加点黄油，再用小火煎成金黄色，再撒点肉口。闭嘴！我在说烤松饼，你以为我说什么呀？再说把你扔池子里。是啊，果然丢了是吧？是。丢掉的数量又刚好可以拼成一个完整的人形，对吧？你怎么知道？整尸难得，而且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面，一目了然。这些局部尸体呢，相对容易获得，而且四肢、躯干分开存放，没有人会吃饱了撑着来管这些库存，所以让凶手钻了个空子。这人没事偷标本干嘛？哎，等等，凶手之前的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什么？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林霭家发生瓦斯爆炸，房子塌了，人也炸得四分五裂。乔探长，咱们可以试试，搞个瓦斯炉在这边，看看能不能把宣母房给炸了。难说。萨利姆，帮我去搞个瓦斯炉。好。哎，你赶紧跳过实验环节，直接进结论吧。以那个爆炸的威力跟量级来说，现场除了瓦斯，肯定还有别的易燃易爆物。那不可能，我仔细的搜查过，什么也没有发现。你忘了一样东西，那具破碎的尸体。尸体？那具尸体四分五裂，并不是因为爆炸，而是因为它本来就长这样。你什么意思？今天我在医学院查标本库存的时候，
发现丢失了一部分局部的标本，而这些丢失的局部标本又正好能够拼成一个人形。所以你的意思是，爆炸现场发现的那具尸体，正是由医学院丢失的局部标本所拼成的。尸体标本富含福尔马林，其蒸汽可以与空气形成爆炸性的混合物，一旦遇到明火或者高热，就可以燃烧和爆炸。爆炸将尸体炸得粉碎，其目的是为了让人无法判断尸体的死因还有身份，从而达到掩盖事实的目的。林岩借势逃逸，影响恶劣，全城通缉，务必缉拿归案。是。这个女的这么年轻啊，现在32。How's the investigation for that case going? We just found a suspect, and I issued a warrant. How much of an effect will it have on us, if he's caught? Right now, I'm not sure. You're not sure?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 This Liu Yao is going to mess up everything for us. On the board of St. George University, they have Americans. And what? I told you in the beginning that this Liu Yao was going to mess up everything. You didn't listen to me.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His family is already on the move. Once again, his family is on the move. You know, this Liu Yao messed up everything. They are going to find out about us. I can be out of here without any issue. How about you? Do you understand? I spared no effort in getting St. George University to where it is today. If the work I did before is wasted because of any small mistake, no one would leave Shanghai alive. Got it. I'll do it right away. 萨利姆，你带着人去出城的各个要道设关卡，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人。Yes, sir. 阿斗，你去查一下林雅的各个社会关系，还有亲缘关系，看一看有没有窝藏罪犯、隐瞒包庇什么的。是。平时看着人挺多，要用人的时候都没用。不，你什么意思呀？你要是还有人手的话，让他们多去码头转转，特别注意开往南洋的轮船。人手吧，倒还有，不过面子重要还是案子重要？哥哥，带上兄弟去码头。怎么着？又开战了？啊？这是跟谁？要多少人？刀子斧子够了，咱们这儿可有枪啊！哎，不用不用。不是你哪位啊？我呢，想找个人。谁呀？你玩我呢？你是不是想死啊你啊？溜走！你确定啊？确定，一切尽在掌握中。带上兄弟去码头，找到人别动啊，回来报告。好嘞。哎，等一下，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务必暗中行事。好，走了，四哥。巡捕房怎么办啊？继续通缉，一切照旧。开门！再不开我就坏了啊！别敲了，你已经被医院的大门拒之门外了。电话铃响那么久，你聋了你啊？啊？刚替你接了电话，跟我走。去哪儿啊？
巡捕房来电话，说人抓到了。漂亮，前面单呢？刘彦生同学，好久不见啊！神经病啊你！刘彦生不是死了吗？这是人是鬼啊？是人，可是他却心如鬼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死在刘彦生家浴缸里的尸体，头部已经完全腐烂。然而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尸体会产生变色，身上的胎记也会变得不太明显。可刘彦生尸体上的胎记却十分鲜明，似乎生怕别人不能通过胎记来确认他。也正是因为刘彦生一味求真，反而显得假。可医学院丢失的是残肢，那具所谓的刘彦生的尸体是完整的，没有任何拼接过的痕迹啊。因为刘彦生的尸体根本就不是残肢拼接的，那具尸体也不是别人，正是关代良之前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的那具完整整尸标本。那具标本不是当日被发现暴尸腐烂被医学院处理了吗？当日被处理的也是由残肢拼接起来的整尸。医学院丢失了一具标本，然后又发现了腐烂的尸体。你觉得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他们会觉得那是丢失的标本。没错，这就是先入为主，思维定势。再加上尸体已经严重腐烂，保洁人员自然认为是腐烂造成的组织断裂。尸体腐臭熏天，他根本就不会仔细检查，只会尽快掩埋处理，这就促使大家以为完整的标本已经被找到。关代良死亡当日，你曾经推着一辆小车将一箱东西运出了校园，你声称这是做实验用的动物和禽类，由于你刚好管理动物和禽舍，所以并没有人怀疑你。可是车里真正装的是之前丢掉的那具整尸。你利用福尔马林和高锰酸钾的反应，让尸体睁眼张口，面部损毁也是你之前计划好的。不得不说，你干得特别漂亮。我想想啊，你这是1、2、3、4，一石五鸟啊！你那个别废话，赶紧说。第一，可以营造阴森恐怖的气氛；第二，引人注目，让人第一时间就意识到福尔马林里面泡的是关代良；第三，头面腐蚀也是让尸体浑髓严重，从而影响验尸结果；第四，刘彦生尸顿，头目腐蚀是必要的条件，不然别人看脸就知道不是你了；第五，这刚好和之前关代良的死形成呼应，让人认为这是一起连环谋杀案，而刘彦生作为死者，就自然摆脱了一切的嫌疑。自己查。通过尸体标本名录可以得知，丢失的这具整尸是刚刚死亡，并且立即做了防腐保鲜处理的。这样新鲜的肉体，相对于那些泡了许久的成年老尸来说，是不是更适合做刘彦生的替死鬼呢？的确从形貌上很干扰判断呀。而且他最聪明的一点就是，无论尸体是什么死法，他们都是浸泡过福尔马林的标本，很容易留下痕迹。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再泡回福尔马林溶液中，这样既可以掩人耳目，又可以前后呼应。等一下，你把我搞糊涂了。就是啊。那林霭是怎么回事？林霭呢是真死了，炸得4分5裂的，现在在验尸房里躺着呢。而杀害他的凶手，就是这位刘彦生。刘彦生悄悄潜入林宅，布置好了福尔马林以及引发瓦斯爆炸的机关。
这种事对于一个理科博士来说，并不难吗？不管残肢也好，整尸也罢，医学院总有一天会发现丢失了标本，那么大家就会问，标本去哪儿了？很容易让人想到，有人借尸假死逃逸。对了，而在林霭的死上做文章，大家就会推断为林霭是尸盾，继而你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将一切嫁祸到林霭身上。一个死人是永远无法喊冤申辩的。所以胶囊和胃管也是你故意放进林霭的橱柜，那封信也是你刻意而为之的。要惟妙惟肖的，完全模仿一个人的笔记，我还没那个本事。那封信确实是林霭写的，信上所述也确有其事，没错吧？然而落款时间是3年前，如果林霭真的有心复仇，何必要等到今天？信上的折痕像新的一样，说明多年来你并没有经常反复阅读它。而3年前的一封旧信，如今突然出现在你的书桌上，肯定是有意为之。所以你就嫁祸给林霭了？林霭心中所指的付出代价，其实是敲诈，并不是复仇。他只要钱，不要命。你怎么知道？我跟林霭那是一见如故，心有灵犀啊！我这就送你去见他。我说，刘彦生呢，不光有薪水，而且还经常出诊，照理来说收入应该不菲。但你看他家中的陈设很清贫，而且他账户也没什么存款。林霭作为一个学生，而且又是单亲家庭，还没有开始工作，他哪来这么多钱？刘彦生的账户每个月月初会往外汇一笔款，这笔钱应该都是去了林霭的户头了吧？我研究的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预防与治疗，之前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我理解你，什么都能忍，敲诈不行。这事要是搁我身上，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打什么岔呀？这3年来对他的敲诈，我早已山穷水尽，忍无可忍。所以你就杀了他？是，但也不全是。如果我研究的血清治疗法成功，将会大大降低预防疾病的成本和传染率，拯救更多的人。然而，圣乔治大师的校董想借高价药品从中获取暴利，对你是百般阻挠，对吗？你怎么知道？我查过他们的底了，没他们一个好东西。关在良这个奸佞小人，受利益驱使到教务处举报我，使我瞬间失去了所有的研究成果。说白了，这是我触动了洋人的利益，他们怕我把他们的垄断打破，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更想悄悄地除掉我。所以，你策划这起连环杀人案，一是为了报私仇，二是为了假死保密。是，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借此远走高飞，销声匿迹，在更安全、更专业的环境下继续我的研究。我有一个问题啊，你怎么知道他要去南阳？这种火柴是在店里消费之后店家送的。刘彦生的房子在法租界，而他住处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家一湖春，而且一湖春只卖早点。那他为什么舍近求远，去远在虹口的日租界吃早餐呢？因为他要去办事儿。日盛轮船公司对吧？没错，日盛专门售卖前往南阳的船票，而且票少人多，所以必须起一个大早去排队。你让我继续通缉林霭，其实是不想打草惊蛇。这个家伙这么聪明，
任何风声都会打草惊蛇。虽然你的研究可以救千万人，但你毕竟杀了人，也还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乔探长会帮你争取在狱中继续研究的机会哦。我什么时候说过？真的吗？啊，尽力吧。想什么呢？这个案子，我是不是不应该破呀？自以为是呢。什么意思啊？学医呢是为了救人，但如果说他用那双手杀人，就算再聪明，也不可能是个好医生。林诗雨怎么死的？难道忘了？你自己也学过医，你能干出这种事吗？求你个事儿呗。说。他的杀人动机别写了。为什么？这所大学是很多人的希望，不要因为校董里有几个败类，就扼杀了这么多学子的未来。你再考虑考虑，薪水还可以再加。不是钱的事儿，我真的不适合当老师啊。你是个天才，所以我才没法忍受跟白痴一起上课呀。那些笨学生就让刘墨这种白痴来教。好吧，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生气啊。说。这事儿其实是你家老爷子嘱托我的。什么？他听说你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很担心，所以托我给你找个正经工作。难怪你突然这么好心。不过，等你查完案子，我才发现，你家老爷子其实都绿了。你身边的这几位，人还真不错。你不是不抽吗？给我哥们儿带的不行啊。走了。不是谁让你动火的呀？急什么？又不是炒菜，出不了事。你不适合下厨，要是待会儿去。哎，你以前给女朋友做过饭吗？我以前这么多女朋友，你问哪个呀？康桥的，学经济那个。你怎么知道？不是，你为什么要跟人家不辞而别啊？跟你有关系吗？当然了，八卦是记者的天性嘛。快说说，为什么对人家始乱终弃啊？哎，始乱终弃这个词儿用得好，用得特别准确。人嘛，日子久了肯定会腻的。再不撤，难道我要娶她呀？我才多大，我的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性，怎么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无耻！哎，那我甩她跟你有什么关系？走开！我懒得跟你这个人渣废话。不是你先问我的吗？你果然是个禽兽！你这只猪真的连禽兽都不如！我这次来的目的，你应该很清楚了吧？愿闻其详。我想当圣乔治大学的校董，还差关键的一票。我为什么要帮你的忙？交个朋友，大家互相帮忙。我的朋友已经够多了。这个案子，凶手为什么会铤而走险，谋杀同事？我想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一旦登报，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不用我来提醒你吧 ？baby， 跟你比，我还差得远呢。我的事就拜托了。咱们校董会上见。谁家着火了呀？啊？我家！陆先生，你不能进去，不能进！陆先生，不能进！你又擅自下厨了？没有，不是我，真的，我发誓。不过你放心，火刚烧起来，消防队就来了。那我房间怎么办呀？东西都安全着呢，就是烟熏火燎有点脏，可能需要清理一下。我之前不是警告过你吗？清理费我出，烧坏东西我赔。钱没事，那你被困屋里怎么办呀？难道用你脑子里水救火呀？哎呀，别哭了，擦擦。没哭。我让你把脸擦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挖煤了呢。哦，要你管。那天寒地冻的，晚上怎么办啊？留宿街头？住酒店。你有钱啊？你没带钱？我哪有钱啊？要不，咱们回你家先借宿一宿。你爹他呀？别提我爹，我宁可冻死，我也不要让他看我笑。哦，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丹麦的童话，叫做《卖火柴的小女孩》？从前啊，有一个脑子进了水的小女孩，冰天雪地的在外面流浪，她只能啊一边擦鼻涕，一边卖火柴。老爷，上海有回音了。哦，怎么说呀？三祖少爷婉拒了圣乔治大学的教职。为什么？钱家少爷没说，只是说让我转告您，少爷在那儿过得挺好的，让您不必担心。这是走火入魔了？不至于了。知青吗？对，是我。最近有空吗你？替我去趟上海，办个事儿。丁副校长，别拦着我，原地待命。不是校长，这地儿太荒了，我是怕您有危险啊。光天化日的，能有什么危险？我听说啊，这他闹鬼，我也是道听途说。鬼？你知道鬼最害怕什么人吗？恶人。校长，你真不跟他一起去啊？他刚才说了原地待命，要不你去啊？他这是喝了多少酒啊，这玩意儿？至少喝了8两，现在酒气上头，我哪敢忍？这样，啊，带着你跟我上去看一眼。
你先去吧啊，有危险喊我一嗓子，车在这不熄火啊。行。谁？别装神弄鬼的！有种就给我滚出来见人！莫兰，你是人是鬼啊？校长，校长。总，你俩昨天在这睡的啊？家里失火了。失火了？那为什么不去酒店啊？身上没带钱。那回家呀？脑子进水了呗，不回家。哎。那你们俩是先洗漱啊，还是先办案啊？办什么啊？树人中学的副校长，今天早上6点坠楼身亡。自杀？还是？还不确定呢，所以赶紧走吧，去现场啊。没时间，我俩呢得先去建材市场买些建材，然后把家里收拾出来。哦，那这样吧，你甭管了，我找人给你收拾，装修的钱我也出了。办案要紧。一个中学的副校长，值这么多钱啊？树人可是名校，学生家长有不少达官显贵呢。就这个副校长丁荣先，他认识大哥比我还多呢。哎，你这样就敢出门啊？啊？对呀，我忘了。你这儿有牙刷、毛巾什么的吗？没有。先看。当校长挺赚钱的呀，这身行头够我赚半年了。别拍了，好歹是教育工作者，积点德吧啊！这塔是宋代修建的。之前多次遭受水灾，到现在还处理不到了。那一个校长大清早来这儿干嘛？他秘书说之前收到过一封匿名信，明早6点玉宁古塔不见不散。让他见他就见，这个点儿又在这儿，一个人上去，他胆子也太大了。说是昨晚在8星楼喝了通宵，出门站都站不稳，估计酒壮怂人胆吧。那为什么要在这儿呢？这个塔对于他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5年前，树人中学组织春游，发生踩踏事故，有一个小女孩从塔上摔下来，当场死亡。你怎么知道？你忘了，我是记者。自由落体，周围也没什么搬动痕迹。自杀的吗？不可能。你又知道？树人中学下个月就有校长换届选举，丁荣先擅长交际，背景复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校长的位置肯定是他的。所以呢？所以这个人上个月喜得贵子，开心都来不及，他有什么理由自杀吗？你怎么知道呀？我是个记者。好好说话。我有个朋友在树人中学教书。你还有朋友呢？
阴气这么重，这塔里得有多少冤魂啊？你有感觉到吗？没有。那你不怕鬼吗？就是那种穿着校服，然后披头散发飘在空中那种。这座塔虽然是宋代的，但常年对游人开放，所以不可能有文物。你就算把我支走，也偷不到任何东西。我动机有这么明显吗？废话。哎，这墙上什么呀？怎么跟血似的？建筑涂料，颜色像许而已，新涂的。这个颜色是要镇妖啊！目击者还声称，4个在塔上听到了爆炸，还有女孩的哭声。学生女鬼，怨灵复仇，标题有了。塔里硫磺味这么重，还有这些残渣，都是爆炸残留物。哎，那女孩哭声怎么回事啊？多半是因为风声喽。鬼故事大多都这么难。我都反省过，根本就不是宋官。撤！你好，我叫陆遥，幸会。幸会。怎么了？刚才来的时候着急忙慌摔了一跤，擦破了皮，没事的。怎么称呼？免贵姓谢，谢真，我是丁副校长的秘书，也是案发时的目击者之一。这个当秘书，收入怎么样？还好，可以养家糊口。那平时有这种灰色收入吗？这个名校嘛，大家都想进，计划外的这种名额多少钱一个？陆先生，我只是个秘书，即便真有这种事儿，我也没这个权利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把司机留下，自己来补防帮啊？因为我晕血，这看到校长尸体后，一下腿就软了。幸好谢秘书在旁边，这头一回看着这么多血，就懵了。是谢真主动来报案的？没有，我这晕血厉害，连车也开不了了，就只能让谢秘书乘着黄包车来报案。那之后呢？有没有可疑的人经过？没有，不过丁校长临死前喊了一句：“墨兰，你是人是鬼？”墨兰是谁？哎呦，这可就说来话长了。那封匿名信怎么回事啊？这封信大概1个多月之前就收到了，当时校长也没在意。可是昨天不是喝了点酒吗？借着酒劲儿，校长就想看看对方到底是谁。上塔之前，我和司机想跟着去，可是他不让。丁副校长平时为人怎么样？为人很热情，也很豪爽，各界的朋友很多。还有多少灰色收入？陆先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只是个秘书。那，你听说过老虎凳吗？什么意思？再给我耍心眼子，我就找人对你用刑了。萨利姆，Yes sir， 把他给我拖下去，动大刑。Are you sure？ 拖下去。放开我，自己会走。干什么？乔探长，用刑，他要求的。放开。等我一下。他是报案人，不是嫌疑人。有证据吗？你用刑，把巡捕房当什么地方了？我就开个玩笑。不好笑。还有要问的吗？没有犯人了啊！天天的不知道自己姓。
不好意思啊，请吧。没事，谢谢肖大长。说。这小子肯定有问题。他舅舅是胡竹轩。啊，我就想吓唬吓唬他。啊，你差点吓死我！以后办事儿，能不能动点脑子啊？先吃吧，吃完再查。别呀，我都1星期没写稿了，再不交稿就要扣钱了。树人中学赔偿完死者家属的抚恤金之后，还开除了带队的莫兰老师，以平民愤。司机之前提到过他，是你朋友吗？当然不是了。莫兰是一名图书管理员，1个月前在玉宁塔跳楼轻生了。你不是说跳楼的是女学生吗？踩踏事件是女学生，跳楼的是老师。你又低血糖了？丁校长临终前说过，说莫兰，你到底是人还是鬼？难道还没死？死了。萨利姆说的是，验尸报告写的清清楚楚，而且我是亲眼看过尸体的。为姐姐复仇的双胞胎？查过户籍了，独生女。那就是双胞胎姐妹，刚一出生就被人抱走分别抚养，而在长大后在某一街头相遇，才得知了让人震惊的真相。他写个小说的话应该卖得不错啊。资料上说呢，这个莫兰性格很内向，而且有自杀的倾向。自杀之后呢，学校怕家属闹事，还给了钱封口。那就奇怪啊。踩踏事件发生后，校方对2名带队老师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莫兰被开除了，丁荣先非但没被停职，还步步高升。这个树人学校，这么短时间内连死3个人，义气很重。我就长话短说了，莫兰性格内向，更适合分类整理之类的工作。您为什么要把他安排在对外借阅的岗位？莫兰有严重的抑郁倾向，我是希望他能多接触一些人，最好交些朋友。这里边有莫兰吗？有，这个就是。别人都穿白衣服，他怎么穿青衣服呀？莫兰这个人呐，工作很认真，但是生活上几乎不能自理。他衣服啊都是混着洗的，是不？白的就洗成青的了。说的2句呢，他就躲在房间里能哭一宿。后来也就只能由他去了。他衣裳是常年不换，袜子也凑不成对儿，出门时还戴了一顶怪里怪气的帽子。同事们见了，都躲着他走。有个人叫朱颖江，你有印象吗？朱颖江啊，我真的不记得了。来之前我都打听一圈了，这个朱颖江啊，至少来闹过3次，每一次都是您亲自接待。要么您直接跟我说实话，要么和我回捕房，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好，我说，莫兰去世前，朱颖江和她的丈夫曾经来过图书馆，连哭带闹的，说什么莫兰是谋杀他们女儿的凶手，把我折腾的几乎崩溃。这件事最后怎么解决啊？还能怎么解决？赔钱呗。后来学校决定开除莫兰，我虽无奈，但也不便挽留，只能任由他走了。莫兰离开以后，朱家夫妇就再也没有来过。行，那你有那2口子住址吗？
这是妇科诊所，男科诊所去隔壁。巡捕房呢，过来查案。查什么案？丁荣先你认识吗？华成辉我都认识。他今天早上死了。真的假的？真的。今早6点，他从玉宁塔上坠塔身亡。好，太好了，太好了。他念叨什么呢？老天有眼之类的吧。今早6点，你在哪儿做什么？怎么，你们怀疑我是凶手？你有很充分的杀人动机啊。没错，我做梦都想把他俩给杀了。莫兰、丁荣先，为人师表却不称职。这是老天开眼，让他们挨个坠楼。只可惜，我自己没有能力亲自为我女儿报仇。今天早上我在菜市场，早晨5点半出门，7点回来，街坊邻居都可以为我作证。你丈夫在哪儿？赌场，那是他家啊。小雅死后，学校赔的那点钱，都让他输光了。301。你多久没锻炼了？啊？放心啊，我一定会抓到他的。我现在就回去发通缉令。罪名呢？涉嫌故意杀人。可是他从前天晚上一直躲到现在都没离开过。他没事看我跑什么呀？别忘了，除了探长，你还有另一个身份。啊妈呀！拿我当放高利贷了，看起来也像呀。赌场的伙计都说了，他已经2天没吃没喝也没休息了，这你都追不上，只有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你锻炼一下身体啊，不好吗？不。班长，看一下。高空坠落，致使全身多脏器损伤死亡。确实是摔死的，2个目击者证词没错。颅骨骨折，大脑有挫伤，颅内出血，脑干严重受损。这说明死者坠楼的时候神志不清，所以头部先着地。没错，如果是在清醒的情况下坠楼，四肢骨骼粉碎的情况是最严重。为什么呢？你干嘛？没事，我本来想给你演示一下的。掩饰？人在清醒状况下，如果遇到危险，会伸出四肢保护自己，这是本能反应。所以，如果在清醒状态下发生坠楼的话，四肢的骨折最为严重。查一下血液，看看死者有没有被下毒。好，我尽快。踩踏事件死1个，相关责任人死2，这3起死亡事件之间肯定有隐秘的联系。女学生家属去学校闹是为了多要钱，学校赔完钱，
开除了涉事女教师，但唯独没有惩罚丁副校长，这个事儿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样，你去学校把踩踏事件调查清楚，我去打听，案发之后是谁在替他平事儿。为什么不直接问校长呢？他能说吗？这个丁荣先路子很野的，他背后肯定有人挺他。陆先生，这边请。上次不好意思啊。没事儿，不过真的把我吓到了。到了家，我连做了好几天的噩梦。开个玩笑嘛，你别介意。我听说你舅舅名声显赫呀。我母亲去世的早，家里就我一个孩子。这些年，舅舅一直对我关爱有加。可你也知道，我这性格实在混不了江湖。那你舅舅跟丁荣先有来往？据我所知，没有。舅舅虽然辈分很高，但是早已经金盆洗手了，平时里很少见人。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之前的踩踏事件。哦，那天我没在。当时带队的2个老师都已经相继的去世了。那学生呢？学生有。刘欣欣，到，过来。他和去世的徐小亚是同班同学，当时他也在现场，具体情况他最清楚。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问他吧。谢了。没事。那好，陆先生，我还有个会，先失陪了。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你放心，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告诉别人。我只想知道，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徐小亚也是你同班同学，你总不想一个花季少女死得不明不白吧？丁副校长已经死了，真的？今天早上他在玉宁塔坠楼身亡，所以你完全不要有任何顾虑，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我保证，没有人敢伤害你。当时莫兰老师和丁副校长因为上塔的事吵了一架。校长，不行啊，这塔太高了，孩子们打闹起来很容易出事儿的。都11、12岁了，能有什么事儿？这帮男孩都是最淘的时候，要万一出事儿了，谁负责啊？我负责。你这个人太谨小慎微了。丁副校长，这样吧，你留下来，我带孩子们上去。同学们，有谁想跟我一起爬到塔顶的？我们举手，好，让我们少数服从多数，跟我来，走起来。都跟好了，注意安全啊！听见了？刘欣欣，你今天穿的衣服可真好看。走开！哎，别碰，你手那么脏。出事以后，丁副校长挨个找我们谈话，所以你们就集体撒了谎。如果不听话，他就会开除我们。一开始有几个同学想说实话，可是连续几天放学路上都被人跟踪，大家都吓坏了。那他只是威胁你们，没给你们点好处？他答应等我们毕业的时候帮我们弄几个名额，保送一流大学。那可是一条人命啊！对不起，我也不想。下次遇到这种事儿，先回家跟你爸妈商量一下。找过了，我爹娘也不敢让我说实话。我家条件不好，好不容易才考上树人，如果被开除，我这辈子就完了。踩踏事件，丁荣先才是主要负责人。有证据吗？学生已经跟我招认了。孩子的话你也学。你再仔细看一看丁荣先的证词。莫兰带队上塔，然后突然看见小亚的影子正从塔上往下坠，他在塔底下。还记得玉宁塔的结构吗？八角形，一共9层，
从底层起，面积向上逐层递减，窗户每层各一个，1层在北，2层在南，3层在西，4层在东。我好像明白了，小亚呢是从云塔4楼掉下来的，窗户朝东，那个时候是下午4点，阳光从西边照进来。如果他真在塔底的话，小亚的影子会被塔挡住，也就是说他不可能看得见。没错，丁荣先为了推卸责任，把他和莫兰的位置互换了。那莫兰被冤枉的居然认了。一个生性内向、生活又不能自理的读书人，被人连下带蒙，也只能咬咬牙认罪了。哎，难怪我之前打听到，说闸北的斧子红曾经带人跟踪过莫兰，而且持续了数周。那等什么呢？赶紧抓人呀！又是你的朋友？之前公过事儿。那我来。算了，还是我去了。他是个恶人。乔探长，你真是出人头地了，连我都抓。别误会，我是请你来配合办案的。要是我没记错，老闸那不是你地盘吧？抓我，你也先问问林叔啊。问过了，他让我公事公办。所以你和丁荣先到底什么关系啊？老朋友。仁义中学校长跟你能有什么交情？我们家小武，他脑子笨，考不上学校。丁副校长他帮了我大忙。咱们做兄弟的，他有事儿，我得帮忙吧。所以，他让你跟踪莫兰呢？只是跟踪，别的啥都没干。他们俩结什么仇，我也懒得问。当初说好了，只是吓唬一下，让他闭嘴就可以了。你也知道的，我做事风格，要真想动手，不可能被发现的。可是莫兰最后跳楼自杀了。他心理素质不行，这怪不得我呀。这种事儿，你小时候也没少干吧？验尸报告出来了。直接翻看你面前这本书第1546页第7个词条。奎宁还有抑制心肌收缩力、增加子宫节律性收缩的作用。不明白？我明白。这个案件里，谁会持有大量的奎宁？还是来晚一步。哎呦，确实是我大意。上次来，他说在菜市场买菜，还有人证。这种药毒性有那么大吗？1天之内服用金鸡纳霜的剂量如果大于4克的话，会直接损害神经系统，并且造成视网膜收缩血管，缩小视野，还会造成复视、弱视等现象。你的意思是说，朱炳江通过慢性下毒的方式，让丁荣先中毒，然后登塔的时候突发性视神经衰弱，视就从塔上跌下去。可是有个问题，他是怎么控制毒发时间的呢？丁荣先登塔的时候突发性失明，这个时间也控制得太精确了吧？那你的意思是？先去丁家看看。这是我先生的病历本，都在这儿了。
3个月前，他发过一次烧。他去过一次东南亚，回国后就一直发烧。我陪他去圣乔治医院看病，确诊他感染了疟疾，开了一堆药没吃完，我还没舍得扔。这里面装的什么呀？金鸡纳霜。这么说，丁荣贤体内是正常的服药残留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朱颖江他跑什么呢？去哪儿啊？可能要出事儿。走。佛家说，自杀者永世不得超生。那还又能怎样？女儿走了，老公每天除了要钱才肯回家。不见面还好，一见面就打，日子过成这样，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你之前活着，是为了给女儿讨一个说法。感谢老天，造孽的丁校长和莫兰已经死了。当天的责任人只有一个。你说什么？调查发现，踩踏事件应该由丁副校长一个人负全责。他现在虽然死了，但他名誉还在啊。难道你不想再等一等，看他身败名裂吗？我等不到那天了，就拜托你们了。你以为女儿死了，你自杀就解脱了是吧？可是莫兰很无辜啊，她在你完全不了解真相的前提下，被你一直骚扰，直到跳楼身亡。可以说她的死跟你有直接关系。丁是首恶，你们都是帮凶。小朵，说什么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现在没有资格死啊！如果你还有一丝人性，你就给我挺住了。你造的孽，你这辈子赎完才能死。最近忙着吧？啊，写稿子。哦，写稿。这个画不错，画的挺好。很红哈。你怎么才来？我才办案。完事了？没有。那你来干嘛？画展不重要，这有个冷餐会，吃完你就可以撤了啊。算你还有点良心啊！你说这破画展有什么好看？你看看这个，印象派不印象派，抽象派不抽象派，乱七八糟，在这浪费人用。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顾维云先生，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再说一遍。这位是顾维云先生，这些都是他的作品。顾先生是吧？对。路遥，失敬失敬。陆先生，对在下的作品有什么想法？不妨直说。没有，我第一次看画展，我不懂，乱说呢。没关系，没关系。有什么想法，请畅所欲言，我顶得住。您这幅作品啊，最大的特点就是用了这种深浅不一的红色，来渲染整个作品的气氛。红色在人们的刻板印象里呢，是那种热情而又激动的，但是您的这幅作品恰恰给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情绪，它代表着和平、冷静而又令人心驰神往。
为了蹭点吃的，你也真不嫌丢人。